大家好，我係阿夫拉。今日我哋就嚟講一下，究竟量子隊呢喺依家嘅情況嚟講呢，仲可唔可以玩落去？咁我哋今次會集中講五星嘅人物角色。其實喺 2.0 版本啱啱出嗰陣呢，量子隊係可以話成形咗一陣嘅。成個五星隊伍分別就係希兒啦、銀狼、傅園啦、2.0 出嘅花火。咁靠住銀狼嘅上弱點啦、減抗減防啦，花火嘅對單體加暴擊、行動提前以及加全體傷害，又根據量子角色人數而提高嘅傷害，傅園嘅提高生命上限同暴擊率，以及佢嘅傷害攤分機制，最後就係喺呢個環境下再加上唯一嘅量子主師希兒，佢拼湊咗成個量子隊嘅組合。不過喺目前嘅遊戲環境下呢，希兒同銀狼呢嘅角色使用率呢係非常低。咁其實量子隊仲有冇希望嘅呢？咁依家咧就開始講一講我嘅睇法。首先我從遊戲環境咧去分析量子隊嘅可行性。基本上無論你玩亡卻之庭、虛構敘事或者末日幻影都好啦，當嗰個環境冇量子弱點嘅時候，你就要靠銀狼去單體上弱點。咁成個量子隊就係依靠銀狼上弱點，咁個依賴性就非常高。而希兒咧呢個主師咧亦都係有啲歷史嘅。不過我事先聲明咧，我就無意踩任何嘅角色。每個玩家咧佢都有佢中意嘅角色。只不過就真係以事論事。如果黃泉同希兒復刻，你會揀邊個？咁我相信好多人都係會揀黃泉噶啦。咁你可能會問啊，我講呢兩個 point 同遊戲環境有乜關係呢？其實大多數嘅玩家咧，並唔會受一個人物屬性嘅局限咧，去限制自己組隊嘅配搭。而主師嚟講咧，如果可以有得暴力嘅，就揀最暴力嗰個。咁可能你會講啦，我等下一個嘅暴力量子主師咪得咯。呢個部分我就要睇下啦，呢個嘅卡池嘅周期表，從2023年嘅4月26嗰個嘅希兒嘅卡池就開始，一直等到話呢個嘅 2.0 版本嘅花火啦，喺2024年2月29個卡池出現。其實你可以計下數啊，湊齊成個量子隊啦，呢度橫跨嘅時間咧係需要10個月。如果你睇下佢嘅 2.4 同 2.5 版本，根本上除咗花火之外咧，未來會出嘅招幽啦，以及未來 2.5 版本嘅飛霄同埋靈沙，都唔係量子嘅隊伍。亦即係話咧，未來嘅不確定性係非常高。坦白啲講就係呢一種嘅期待，其實就係浪費緊你嘅時間。1年後嘅你仲係咪玩緊星穹鐵道呢？呢個真係一個問號嚟嘅。咁最後啦，我做個假設啦，假設將來咧真係出咗一個嘅量子人物角色，咁可能最後嘅結果佢呢個嘅量子角色並唔係主師嚟嘅，咁咪真係會浪費咗你嘅期待同希望啦。咁去到呢個時間點呢，我哋再諗一諗傅園。咁傅園呢，呢個生存位呢並唔係萬能嘅，遇上一啲嘅 AOE 場合呢，真係會好易死。所以如果攞命圖咧去做比較嘅話呢，沙金可以用嘅場合呢係大過傅園好多嘅。又或者生存位我唔用全護角色，我用風曉嘅角色，咁我相信呢，用霍呢係會比傅園呢更穩陣。以上講到種種嘅原因咧，已經唔係課金剛追或者人物嘅問題啦。你要快速去玩一隊5星嘅角色咧，咁就一定係離唔開課金噶啦。所以就冇分話貴唔貴嘅問題，因為你都係要課金。所以呢度咁多個 point 咧，我加埋咧做一個總結，就係量子隊咧喺時間上同埋遊戲不確定性咧就比較大。喺目前嘅遊戲機制上咧，要追求相同屬性組隊咧，係個要求非常苛刻，以及會阻礙咗你組隊嘅方便性。所以組量子隊呢個概念仲會唔會呢？除非未來嘅量子主師呢係有黃泉呢一種嘅強度，否則嘅話呢，你真係會好痛苦。而且我啱啱講到未來，咁未來真係幾時？未來官方點樣出人物真係冇人知。所以對一啲新入坑嘅玩家嚟講呢，睇餸食飯呢就好重要，就係目前嘅卡池出嘅角色人物點樣以一個最快嘅速度可以組隊成型。基本概念永遠離唔開主師、副師、生存同埋輔助。輔助同生存位呢，配搭角色嘅彈性呢就比較大。所以最近呢一期嘅復刻霍同埋花火呢就好重要啦，特別係花火呢個嘅量子輔助係必抽嘅。入星穹鐵道嘅人物復刻呢，仲未出現過2次復刻，所以如果你目前生存輔助嘅人物角色唔夠嘅話，真係非常建議你哋
好好把握呢一次嘅機會就係抽爆。對於我嚟講呢，如果話係量子人物組隊嘅話，其實2至3個量子人物已經好夠啦。譬如如果你有翡翠，咁翡翠咧就可以作為副師，咁花火咧就可以作為輔助。咁至於生存位同主師咧，就唔好再受呢個嘅量子隊嘅思維咧去局限自己要用量子角色，要湊一個比較穩陣嘅生存同埋主師，去令到自己嘅組隊成型，亦都可以令到自己嘅組隊更有彈性。以目前嚟講，花火可以用到嘅場合都有好多，而翡翠咧喺2.3呢個版本咧就唔係好受歡迎。咁以所知咧，抽佢嘅人都唔係好多，咁可能呢一個咧就同佢故事出場機率比較少有關。而有啲人亦都覺得啊，用佢嚟只係做虛構敘事啊，咁就冇其他佢嘅用途啦。不過我嘅睇法咧，就可能會同主流嘅觀點就有啲唔同。其實主要嚟講咧，翡翠係靠咧令到指定我方單位咧成為收債人。咁當呢個收債人咧做攻擊嗰陣咧，佢就會每一次嘅攻擊咧都會有等同於翡翠25%嘅攻擊力嘅量子屬性嘅附加傷害。所以如果收債人咧係可以命中多個目標咧，就最好嘅。而收債人命中目標嗰陣咧，就會對翡翠有1點嘅充能。如果命中5個目標，就有5點充能啦。當翡翠達到8點嘅充能嗰陣咧，佢會消耗呢8點充能啦，去發動一次追加攻擊。而一般情況下，敵方單位通常都係3個或以上。所以我嘅睇法就係咧，同時提高翡翠嘅追加攻擊傷害啦，同埋終結技傷害咧就可以啦。咁我嘅套裝咧，我嘅遺器咧就冇用到大弓，咁我就用咗呢個嘅繁星璀璨啦。而我嘅翡翠嘅鐵球同埋繩咧，咁我就用咗呢個嘅檳榔嘅刀藍王朝，就去拉翻高翡翠喺追加攻擊嗰陣佢所打出嚟嘅傷害。所以如果翡翠咧再配合花火咧，除咗靠花火終結技咧提供戰技點之外咧，以及使用花火嘅夢魷魚去指定嘅主師，另外咧翡翠咧每3個回合咧先至會用1次嘅戰技點咧去指定收債人，因為變相主師或者生存位咧有更多嘅戰技點可以使用。所以我覺得配呢個嘅組隊人物各方面有呢一樣嘅遠景。咁你仲使唔使去執着話一定要全部量子隊呢？我同你講咧，呢種嘅執着咧真係不必要。所以記住咧，星穹鐵道咧佢嘅組隊配搭多元化咧係佢嘅賣點。隨住佢每一次版本嘅更新，每一次嘅玩法同方式同埋組隊咧嘅配搭咧都會有所不同。咁你問我對將來嘅量子屬性人物期唔期待呢？我嘅睇法就係只要嗰個人物嘅爆發力驚人，能夠完全追得到黃泉嗰種嘅強度，就已經可以有所期待。唔知最近你哋有冇睇到飛燒嘅遊戲畫面流出呢？從佢打鬥嘅節拍同表現啊，都非常似一個接地氣嘅大師，咁令人充滿期待啊！咁我就好希望有啲仲係好執着量子隊嗰啲朋友呢，咁又睇完我呢段片呢，就可以用比較彈性嘅組隊概念啦，去開心遊玩呢個嘅星穹鐵道。咁今日嘅影片就到呢度啦。咁中意條片嘅朋友就記得撳個 like、留言、訂閱同埋打個鐘仔。我哋下次再見。